每日朝早7點，榕湖邊上面嘅絲竹鋪就開始忙，義工龍志鵬會經常過嚟呢度幫手。作為桂林當地知名大酒店嘅行政總廚，龍志鵬非常在乎每一碗粥嘅出品。佢覺得做公益更要講究品質。幸福絲竹鋪每日為附近嘅孤寡老人、流浪漢免費提供午餐同晚餐，一個饅頭、一碗粥，就係絲竹鋪嘅標配。今日龍志鵬接到一個特別嘅任務，好朋友從香港返嚟，話要聚下，點名叫佢做幾味桂林老菜，因為喺外地食唔到啊，好想食。第一道菜就係水浸魚。身為大廚，龍志鵬好講究，特登去到御龍河裏邊釣野生漓江魚。水浸魚顧名思義就係攞滾水將魚浸熟，所以魚唔能夠太大。按照本地人嘅講法，以前桂林山區窮，屋企裏邊冇蒸籠，所以煮魚都係攞滾水渌嘅。呢一道菜就流傳咗落嚟。自從漓江禁止養魚，而家啲魚都係魚塘裏邊養嘅。要想食到天生冇泥腥味嘅草魚，龍志鵬只能夠嚟到御龍河裏邊碰下運氣，睇下可唔可以釣到幾條野生草魚。半日落嚟，收穫唔錯。第二味菜叫桂花香芋盒，一聽個名就知道芋頭同桂花係主角。桂花香芋盒必須要選用當地嘅特色品種荔浦香芋。荔浦香芋好大個，味道甘香軟糯，喺清朝康熙年間就被列為廣西首選之貢品。將魚肉用孔雀刀法切好。山泉水落老薑煮滾佢，收至微火，不斷用熱湯均勻咁淋上去魚身，等到魚皮定型，再放入去90度嘅溫水裏邊浸泡7分鐘。豬油起鑊，爆香酸筍、酸薑、酸椒，入生抽、蠔油、白糖，微滾之後加入同量嘅老壇酸水掛薄芡就可以。將浸熟嘅魚撈出嚟，擺盤淋汁，呢個就係地道嘅桂林船家酸湯水浸魚。將荔浦芋頭開皮切塊，放入去鑊裏邊蒸熟。這是蒸好的，拿這個壓力鍋把它蒸透，水分不夠它就不會粘。壓力鍋呢是最好的。芋頭蒸熟以後，把它和起來，芋頭泥。將蒸熟之後嘅芋頭攪成芋泥，包入酒釀桂花糖，加啲碎花生，口感就仲好。香芋盒可以做成各種形狀。油鑊燒熱，大約6成油溫落桂花香芋盒，等到浮起之後再炸1分鐘就可以撈出嚟。揀桂北青頭鴨，即湯，將鴨血倒入盤裏邊，加入酸水混合。起熱鑊落少少茶油，落香料海椒聞香、瑤山老薑、大皮五花肉切片炒香，再放一啲斬好件嘅青頭麻鴨點炒，不斷淋入低度米酒，繼續翻炒，再加水開大火，等到汁稍濃稠之後轉細火，放啲魔芋、紫薑、酸椒、酸芋苗等。出鑊之前，最後再加啲醋血，翻炒均勻，地道嘅桂林醋血鴨就做好啦。
啊！亮，俾啦！辛苦辛苦。張廠一家係老桂林人，只係而家定居喺香港。平時基本上都揾唔到地道嘅桂林菜食，翻屋企一次機會，馬上就揾到龍志鵬，鬼叫佢係大廚咩？啊，這個我能做吧？可以。水浸魚同廣東嘅白切雞好相似，骨頭見血，肉熟到恰到好處，比起清蒸嘅魚嚟得更加滑嫩，酸汁提升咗魚本身嘅鮮，再配埋酸筍。一啖落去，綿中帶脆，鮮中藏酸，口腔裏邊馬上變到美妙起身。現在不是老師傅做不到了，年輕人現在都已經忘掉了這個傳統了。就魚是魚龍鍋裡面釣的，我今天早上去釣的，魚頭肉昨天去3個挖的，難得回來一次，就想吃點醋血鴨，那種家鄉的土菜。你在外面呢，你又吃不到海椒咁香。啥？那其他的血鴨看到沒得海椒咁香的香味。特別嘅香芋味迎面而嚟，滿嘴嘅清甜。當牙齒咬破芋皮，酒釀桂花更濃郁嘅香甜味就衝咗出嚟。兩種唔同味道、唔同程度嘅衝擊變化喺嘴裏邊剎那間完成轉化。就地取材嘅原料，當地傳統嘅烹飪，一道道接地氣嘅家常菜。張廠話，無論去到邊度，味蕾嘅記憶喚起嘅係外出嘅人對家鄉最真摯嘅想念。連續5日4級海浪，出唔到海，張海兵唯有喺屋企裏邊整理漁具。對於漁民而言，唔可以出海就意味住冇收入，因為冇資金買大漁船去遠洋捕撈。張海兵只能夠子承父業，接過阿爸手裏邊嘅魚線，以海釣謀生。沙堤係廣東4大漁港之一，呢度大部分人都靠海食海。今日天氣轉好，海浪唔再放肆，張海兵準備出海。隻船開咗20海里，呢個係張海兵父子豐收咗40幾年嘅釣點之一。海面之下有好多鯛魚。一般都主要是放到底，下面全是石膠，放到底一般都有魚的。勾蝦要勾這個蝦要滑，滑的要扔下去，扔下去放到底。我們最喜歡釣手勢的。就是靠這個手指，感覺就好一點。如果戴手套的話，感覺就不怎麼好。有些好的魚就自己吃啊，一般的魚都是賣的。小石斑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不要了。捉大放細係張海兵釣魚嘅原則。佢甚至對大海而言，只有適量取用，先至會取之不盡。作為一個老釣手，張海兵對各種魚嘅生活喜好非常熟悉。每次出海，基本上都係滿滿收穫嘅。今日嘅魚以牙點為主，初步估計咗下，接近2000蚊嘅收入就咁到手。有10幾斤。10幾斤海裡，一條活點、烏絲，什麼魚都有啊，感覺很舒服。回家就不舒服，釣魚最快樂。你看這個天氣又好，釣魚又爽。朝早6點出發，晚黑6點返嚟，呢個係漁民嘅常態。唔怕勞作時間長，就怕空手而歸。船一靠岸，張海兵必須馬上送貨去魚鋪交接稱重。同網捕嘅海魚唔同，張海兵釣嘅都係活魚，身價比冰鮮魚貴1倍。
大概是全部一起就50-60块钱一斤吧。最便宜的是活点，40块钱一斤。今天50多斤吧，2000多塊。平常也差不多的，平時差不多，也1000多、2000多這樣。最少都有1000幾百塊。除咗油費同器具保養嘅費用，今日淨賺1200蚊。找幾多俾啦？好。琴日釣嘅魚，張海兵特登留咗一啲自己屋企人食。芽點係上川島好常見嘅一款鯛魚。張海兵嘅太太中意將佢哋醃製咗嚟食。喺當地，鹹魚有2種醃製方法，一種叫一夜情，仲有一種做法就係梅香。把那個內臟全都拿出來以後，把那個鹽渣放滿肚子裡面，要用鹽蓋住，全部都蓋了7天以後拿出來曬。醃製好嘅鹹魚喺烈日底下曬7-8日，梅香鹹魚就成型啦。以前嘅船家魚滿咗唔捨得掉，就將啲魚醃製咗喺船頭度曬。出海一次返嚟，呢個梅香鹹魚就啱啱好曬完。梅香鹹魚嘅魚肉綿軟鬆散，清味爛壯，鹹臭味濃郁，食入口就有一種難以言表嘅異香。以前啲窮苦人家夾少少鹹魚肉就可以送到大半碗飯。唔出海嗰陣，張海兵就會陪太太買餸煮飯。今日太太要整佢嘅拿手菜，亦係先生同細路仔最中意食嘅菜——梅香鹹魚茄子煲同梅香鹹魚蒸肉餅。茄子切條，鹹魚切塊，熱鑊落油，將薑絲同蒜蓉倒入去鑊裏面爆香，倒啲五花肉爆油，再放梅香鹹魚、薑絲同蒜蓉，能夠平衡豬肉嘅油脂同鹹魚嘅腥味。最後再放茄子翻炒，炒軟咗茄子之後，再一齊倒入砂煲，細火煲10分鐘。超級送飯嘅梅香鹹魚茄子煲就出爐啦！將梅香鹹魚剁碎，五花肉剁碎，再將佢哋攪埋一齊，裝盤，上面鋪啲薑絲，放入鑊裏邊蒸15分鐘，鹹魚肉餅就搞掂，簡單方便。古人認為將魚同羊一齊煮咗嗰種滋味就叫做鮮。茄子煲裏邊鹹魚嘅鹹香同豬肉嘅油香，俾茄子完美咁吸收融合喺一齊，鮮美無比。將茄子撈去米飯裏邊，可以食到3碗。鹹魚蒸肉餅亦係融合咗豬肉嘅甘、鹹魚嘅香，聞起身臭，食起身嘅滋味妙不可言。梅香鹹魚茄子煲同鹹魚蒸肉餅，唔單止係上川島嘅地道之菜，更加喺粵菜裏邊隱佔一席之地，經久不衰。一對手，一條線，一艘船，就係張海兵幸福嘅法寶。簡單，但係唔平凡。鹽是人類不可或缺的調味品。世界上有多種多樣的鹽，賦予食物不同的風味和特性。用在各式菜肴的烹調上，也會有不同的效果。在廣東，本地自產的鹽大多來自海洋的饋贈。瓊州海峽與北部灣交匯處，
一腳沙灘潛身入海。這就是大陸最南端徐聞登樓角。海底下是目前中國面積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保護区。涨潮时，纯净的海水通過炙熱綿長的沙灘湧入內陸，海水濃度提高，使得這一帶成為天賜的好鹽場。廣東鹽業徐聞鹽場就此奠定了本省4大鹽場之一的地位。我的父親，他就說我的工作你不來停，誰來停？我是第4代的嘛，我爸是第3代嘛。鄧蘭紅18歲就開始做鹽工，一晃36年過去了，他成為這片鹽場的曬伯。海鹽生產的質量和數量，除了看天，就得看曬伯的功夫了。特別是控制滷水濃度，太低產不了鹽，太高容易帶入雜質。8月的徐聞連續下雨，鹽場被大片黑色薄膜覆蓋，為的就是防雨。第2天，趁着沒有下雨，鄧蘭紅馬上帶着鹽工們搶收海鹽。收鹽的時間是看鹽多少，一般我們都是在凌晨2點，做到早上9點，時間比較長。鹽工們扒鹽遵守2個字：慢、柔。過於頻繁的攪動，會讓結晶池裡的滷水變得渾濁，影響鹽的質量。9點後呢，那太陽比較好，蒸發量高嘛。如果你不在這個時候的把那鹽收完呢，它純淨度不是那麼好嘛，就影響到那生產質量。太陽逐漸升高，大夥兒加快了速度。鄧蘭紅把地上的鹽堆鏟得乾乾淨淨，這是他的習慣，因為深知鹽來之不易。海水漲潮湧入蒸發區，通過納潮、制滷、結晶等工序，每年超過5萬噸的天然生態海鹽從這裡產出。鄧蘭紅的妻子梁小娜喜歡用海鹽做醃製品。趁着天氣好，她醃起了芥菜和蘿蔔。我們的鹽都是海水曬的，沒有什麼雜質，吃了很健康的。3周之後，這些當地常見的醃菜就可以食用了。炎熱的氣候讓當地人創作出一種更有趣的吃法——醃西瓜。先把西瓜去皮，再用細海鹽搓揉全身。細鹽進它那身體裡面就快一點。你看，一搞上去就變色了。海鹽滲進西瓜，讓平時食之無味的瓜皮脫水變脆，和果肉混合，酸甜可口，鹹中帶鮮。清理乾淨，撒上粗海鹽，再醃製2個小時，就可以拿去晾曬了。要不要？今天女兒要回家，梁小娜準備多做幾道菜。
當地人做魚湯喜歡下粗海鹽，讓湯更鮮甜。蘿蔔乾消解掉五花肉的肥膩，爽脆可口。腌西瓜和魚乾的搭配，產生了奇妙的口感。海鹽比一般的鹽口感更柔和，帶着特有的礦物質和海水的鹹鮮味兒，回味中還有一絲甘甜。喺南方海鹽、小鹽煮糊塗相當鮮嘅，加熬鹽比較好嘅。像鄧蘭紅這樣幾代人從事鹽業的家族已經很少。雷州半島生產了全省超過70%的海鹽。隨着時代變遷，古老的徐聞鹽場也融入了機械化、現代化生產。不變的是，海鹽的味道純正如初，陪伴着我們。潮汕地區美食眾多，並且極具當地特色。而普寧小吃，即便在潮汕美食裡，也不會被淹沒。更絕的是，幾乎每樣食物都有不同的蘸醬搭配。其中，最著名的要數以產地命名的普寧豆醬。傳統潮菜豆醬焗雞，用普寧豆醬整雞醃製後，再瓦煲燜焗，鮮香可口。醬香焗蟹也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豆醬凸顯了蟹的鮮味兒，把豆粒兒碾壓成泥，混合生薑等製成豆醬漿，用來煮魚更是滋味一流。普寧豆醬是各種醬香菜式的基礎配料，潮菜的點睛之筆。而製作這種美味的傳統作坊，依然還散落在各處鄉間。穿行在這個普寧最大的莊氏村落裡送貨，是莊玉水的日常生活之一。我們都在本村做，沒有走出去，因為豆醬是我們本地人天天都會吃的東西，要保持新鮮，一般都是一些左鄰右里過來打。莊玉水經營着村裡唯一一家豆醬作坊，父親莊頌紅有時也會幫忙。我們歷史就比較久了，因為是我從我祖爺到我這裡，對4代了，4代應該有100多年了。把去皮的黃豆浸泡半個小時，就可以蒸豆了。為了把黃豆徹底蒸熟，必須分批倒入，整個過程需要2小時。這批熟透的黃豆經過降溫和晾乾水分，就要進入最關鍵的一步。咁咧25斤米粉，加番料，去控制。他們將米曲霉菌與黃豆一起均勻揉搓，讓每顆黃豆都能沾滿菌種。接下來，把盛滿黃豆的竹簸箕送去發酵房培養。那個起筋要培植得好，如果培植不好的話，它比較衰弱的話，溫度過高了它會糜爛，溫度過低太久的話，它其他細菌就會滲入。這道工序非常關鍵，稍有紕漏，黃豆就會無法使用。
我现在每個晚上會起來幾次，小時候呢也是看我爸爸這樣子起來看一下，現在輪到自己也是這樣子了。從用溫度計測溫，到現在熟練用體溫和嗅覺判斷黃豆發酵的程度，莊玉水用了12年。4天後，經過莊玉水無數次翻看的黃豆，終於發酵好了。附着在黃豆上的曲菌茁壯成長，從白色變成綠色。莊玉水把結塊的黃豆打散，再一次撈勻。把發酵過的黃豆倒進陶缸裡，注滿水，再泡發半天。最後加入一定比例的鹽，一起攪拌均勻，讓黃豆再次發酵。都是每天要攪拌2次，要不然它上下層的話，它就會分層，可能會下面有一層豆子，上面就橙色黃豆。除了攪拌，莊玉水堅持用傳統的陶缸發酵黃豆，因為它保溫更持久。終於有一批豆醬可以出缸了，莊玉水讓老爸也嘗嘗。爸，好食，呢個。7點嘛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！經過長達3個月的天然照曬後，豆醬變成了金黃色，已經有隱隱的醬香。莊玉水終於可以進行最後一道工序。煮醬，可能它的醬的話，它會更碎一點，然後顏色的話會黑一點，這樣子。但是普寧豆醬的話，橙黃是比較好看，它的那個發酵週期但沒那麼長，所以的話味道更鮮甜一點。新出的豆醬，當然要自己先嘗一嘗。普寧豆醬是魚類的絕配。煎至金黃的紅山魚，鋪上薄薄的一層，去腥提鮮。一把當地產的通心菜，撒上一勺普寧豆醬，再無需其他調味料，便已香氣撲鼻。普寧豆醬除了鮮，仔細咀嚼，還能吃出一絲黃豆本身的甜味兒。正如這平凡的日子，因為堅持而變得有滋有味。生蠔，一種在廣東人的海鮮菜單上排前列的食物。如牛奶般的光潔外表和絲滑的口感，讓人欲罷不能。難以想象，它竟可搖身一變，製作出蠔油這種咖啡色的濃稠醬汁，成為激發粵菜師傅們創作的本土調料。要是想嘗到傳統蠔油的風味，還得從海上溯源。